没有想到呢，我有一个30多岁的朋友，他已经罹患了退化性的膝关节炎了。如果是一般正常的人的话，他怎么样会把自己变成一个 S 型腿的人？可能很多女生在一般人说，她们很习惯会穿高跟鞋。其实高高跟鞋这件事情就会渐渐的让这个 X 型腿比较容易发生。如果我们久坐也会啊，对，越坐会越想要靠近电脑嘛，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骨盆就会越来越前倾。研究显示是久站跟久坐的伤害比久站还要来得大。以 X 型来说，其实我们的大腿的内侧的肌肉相对是比较紧绷的，所以它才会往内缩。骨盆外侧的肌群就会比较缺乏训练。建议你要改善这件事，必须要透过运动的训练。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膝关节炎呢，其实是骨关节炎中呢最常被磨损的地方。那以前我会认为至少要50岁以上的人才会有退化性的膝关节炎，但是没有想到呢，我有一个30多岁的朋友，他已经罹患了退化性的膝关节炎了。那其实造成那个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原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像例如说肥胖啊，也会让关节承受太多的重量，或者是说肌肉的错误使用，甚至是会让这个骨头结构有一点不对。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先天上结构上面有问题，像例如说是扁平足之类的。那我们知道身体它其实是一个动力链嘛，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就是说，X 型腿所造成的退化性关节炎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呢？我们欢迎金河中医诊所的物理治疗师潘家豪医师。潘医师您好。嗨，大家好。这个 X 型腿的关键啊，大部分都说不是膝盖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足部，例如说扁平足的关系，或者是说髋的问题。那在您的临床上面，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一般正常的人的话，他怎么样会把自己变成一个 S 型腿的人呢 ？OK， 好 ，X 型腿它有可能会来自于说像脚扁平足嘛，那有可能往上是到髋关节。第一个是看看它的髋关节里面它的骨的构造，因为我们髋关节来讲是骨盆再加上骨，它们的构造跟骨头的角度，这个是比较属于先天型的 X 型腿。它们会有一个夹角，那这个夹角不同会产生它的骨头在往外旋转或往后旋转，会造成一个 Q 角度。对，有点像对 Q angle 没错。对，那以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会去确认说它是不是容易造成内八或外八、X 型腿或 O 型腿，这是属于先天的。那后天的来说，通常就是比较容易像一般来说常见的是在于我们的姿势或者是摆放的位置，也许是久坐的情况，不管是坐办公椅、办公桌还是坐地板等等，你比较容易疏忽掉的一些姿势跟摆放。有时候时间一久，通常就慢慢让它会变成容易有这个方向 S 型腿的产生。那是什么样子的姿势会变成 S 型腿？最常见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出现的是叫 W 型的坐姿。对，就我们常会膝盖日本女生很爱做的那个姿势。对，或者是所谓的像跪坐这件事情，通常也不是那么建议。那当然再回到来说，可能很多女生在一般人说，她们很习惯会穿高跟鞋。其实高跟鞋这件事情就会渐渐的让这个 X 型腿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说，因为这些姿势会造成骨盆上面的一些改变，然后所以才会造成 X 型腿。对，因为往上延伸，从膝盖往上到骨盆，对，那骨盆就会有所谓的前倾跟后倾的问题。对，通常越前倾的骨盆就越容易把膝盖变成 X 型，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逻辑的感觉。所以通常 X 型腿，我就会确认说，你是不是本身膝盖有问题，还是脚？如果都很 OK， 那我就回过来检查它的骨盆。通常 X 型腿，你的骨盆都是前倾的居多。所以有可能造成骨盆前倾的这些姿势，就是要注意一点。对，在日常生活中，你常常要去确认说，我是不是处在一个骨盆前倾的位置。就像如果我们久坐也会啊，对，越坐会越想要靠近电脑嘛，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骨盆就会越来越前倾，越来越前倾。没想到久坐也会造成膝盖的伤害。一般人会觉得坐下来就是休息嘛，但是其实研究显示是久站跟久坐的伤害比久站还要来得大。对，这个是很神奇、很 amazing， 推翻你过去的思想。所以大家都很危险，因为我们上班族每次都至少坐8个小时以上，什么对，所以坐太长的时间之下，就会建议说病人一定要常常起来动一动，也许30-40分钟，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基本维持好身体状态的一个小方法啦，就是你要多变换你的姿势。那就是像我们一般运动的话，我们就会说，如果说身体发生了一些
错误的姿势，或者是说哪里酸痛哪里不舒服的话呢，可能就会是因为肌肉有些地方太过紧绷，那紧绷的我们就会放松，那有些地方可能太无力了，无力的地方我们就会加强。那如果是以这个 X 型腿所造成的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它是哪些肌肉发生的问题呢？以 X 型来说，因为它往内夹了嘛，往内夹的这个方式，所以表示说，其实我们的大腿的内侧的肌肉相对是比较紧绷的，所以它才会往内缩。那相对于我们大腿外侧的肌群，骨盆外侧的肌群就会比较缺乏训练。你针对紧绷的地方，你去做一个伸展，透过按摩啊，或者是滚筒、按摩球、筋膜枪等等这个临床上常用的方法，这些都可以有加分。但是最主要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要改善这件事，必须要透过运动的训练。运动，其实每次听完理论之后，我最期待的就是后面到底可以做什么运动。OK， 对，好，那就请医生来教我们一下。好 ，OK，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来，我们正常坐着就可以做了。所以也许你在办公的时候，你的中间发现一个空档，就可以拿来做这件事。所以第一个坐着的情况下，我们先把坐的时候，你好先坐正，对不对？对。你现在坐正坐挺之后，我们的重心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落在屁股上？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重心微调到屁股跟大腿的中间，对，大概是到这个位置，重心大概到这里，对，所以你的身体会有一点微微的前倾，那但是不要到太多，不要这样，这样就太多了，OK， 所以在这个姿势之下呢，你先感觉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点把前侧有一点点算关紧的情况？对。那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为了等一下确保我们练的这一条肌肉叫股直肌，把这个股直肌的全部的比例拉到最大，就是我的训练可以很针对它。那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做好，然后膝盖以下做动作，所以我们把小腿慢慢的伸直，大腿不要抬，对，慢慢的，对了，就放松坐着这样就好，然后慢慢抬好了，这样就 OK， 好，慢慢下来，我们再做一次。我们的想法上是这样，就是你坐正，把重心移到这里之后，对，然后等一下呢，我们这个大腿尽量不动，慢慢的把小腿踢直。对，你会发现说它好像没有办法踢到完全直，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如果能够踢到完全直，就表示做错了。这样 OK 可以吧？所以你一定没有办法完全踢直，慢慢放下来。而且这个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整个大腿前侧会被拉得非常紧，这样子就表示做对了。医生，我这个椅子的位置应该是要在更里面一点，对，你可以稍微再坐后面一点点，对，因为刚刚我们需要 check 的是，你必须要注意的是对这个位置。好，然后等等我们再做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注意骨盆有没有往后倒。因为这个动作为什么要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把重心往前带？就是因为我希望你把重心放在前侧之后，让屁股不容易往后倒，让骨盆不容易往后，就不会是这样，这样就练不到了。对，因为你一往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变超级简单。对，就随便一踢就伸直。可是，一往前的时候就会很紧。对，这个时候才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比例，对，像这样，你会发现根本拉不，根本撑不直，然后后面会被拉紧，对，前侧会很用力。这边这条，对，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姿势。这个起来的这个时间到底是要多少的？OK， 通常我觉得你当我抬到这边，你 hold 住的话，你可以先从5秒钟开始练习，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没做过的人做着还会抽筋，因为这条肌肉它会处于是紧绷但是无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透过训练让它越来越有力量。所以你做5秒钟，你发现 OK， 我们再把时间慢慢带到8秒或者是10秒。那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只脚的时候呢，其实我这边也会跟着有一点点出力，这个是正确的吗？对，因为我们重心要放到你的右边，你的左边才能够做动作。对，所以这个是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因为也许电视机朋友正在练习，他们正在做，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实际的状况跟他们说，他们就可以跟着这个一起做这样。但是这边的肌肉是不算紧绷的肌肉吧？好，这个问题是我们来补一下，因为为什么要练这一条肌肉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髋关节是一个影响 S 型腿的关键。对，那对于髋关节这个人来讲，它的稳定，因为它很容易处在前倾，那这个时候其实髋关节都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那唯一一条就是有实验证明是唯一一条直接可以影响髋关节稳定性的人就是股直肌。对，所以通常我们要先练这个大腿前侧的股直肌，不是股四头。股四头它有4条肌肉，其中一条叫股直肌。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那么多的细节，或者是去注意哪边用力哪边紧，就是因为希望把这一条最有帮助、CP 值最高的人抓出来。第二个运动我们就请站起来下巴。对，好，
来我们这边，那你正常站着的情况之下呢，一样我们站开一点点，跟肩膀同宽。好，对，好，然后我们现在练习重心左右转移一下，你把重心用在左脚跟用在右脚，感受一下重心转移的感觉。OK，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把重心往右侧移，对，然后让右侧稍微膝盖有一点点微弯。对，好，然后等等重心移到这个情况之下呢，是让你可以很轻松把左脚抬起来的这个程度，所以你的重心全部都要帮我放在右脚。对，慢慢抬起来之后，再慢慢放下来。侧面抬高的程度，通常大概先从45度开始就可以了，不用到太高。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来你帮我收一点点小腹。对，不要让骨盆太前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是它很容易前倾跟后倾的差异，所以在做的时候你要帮我摆在一个后倾或者是至中的状态。缩小腹是可以不会让骨盆前倾。对，这个动作做得很漂亮，其实你骨盆做得很棒，很灵活的。好，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要去感觉是不是有把骨盆带到正确的位置。第二个情况下要感觉的是有没有用到臀部的力量。其实很多时候在做这个动作，会有有些病人或者是你等一下做一做，你感觉一下是不是左右两边的臀部都会有酸感，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很多时候做完，很多人会反映是大腿酸，而不是臀部酸，这样其实它也是一个回馈，确认你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到正确的这个肌肉。对，好 ，OK， 慢慢抬，我们把重心放在右边，对，慢慢的侧抬到45度，接近到这边就好，然后收个小腹，微调一下，对，也是一样，通常在撑在这个位置下，我都建议大概5秒钟开始。慢慢延伸到8秒，好，慢慢放下来，这是第一个角度。等一下第二个角度呢，帮我往斜后45度带出去。对，好，这个角度下来讲，你放松一点点，膝盖蹲，重心偏右，收小腹，好，来慢慢的往侧边斜后方，对，膝盖伸直，这只脚伸直，不用那么高，再下来一次，对，膝盖伸直，我们再做一次，膝盖伸直，慢慢抬就好，对，慢慢抬，再来。好，差不多到这里就好，停在这里，不用太高，要打到那个点比较重要，所以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现在是不是有正在用力，这个是蛮关键的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一样收小腹骨盆，确保不要用到腰，而是用到臀部。OK， 这样好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会不小心用到腰的力量。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其实我做起来已经满头大。OK， 好，那膝盖其实是我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位哈，不是说它真的痛了以后你才去关心它。所以今天医生教我们的是这个针对 S 型腿怎么样去做训练，因为可能一些骨盆前倾啊，所以导致说你的膝盖会痛。那今天主要是针对医生讲的股直肌，还有就是臀肌这个外展的这个肌肉来做练习。那其实我相信说，就是好像对于膝盖好的话，应该是膝盖附近的肌肉，其实可以的话，我们都可以去多做一些的训练。确实，对，因为 S 型腿有些时候如果膝盖没有问题，是髋出了问题，我们就会针对髋。那如果是膝盖本身的稳定或膝盖本身的受伤然后我们这个情况下就会去练习膝盖更多一些，所以当然膝盖周边的肌肉，不论前侧、后侧、小腿、大腿，我觉得都是一个需要训练的肌肉。而且觉得刚刚提到说，我觉得以这个阶段下，为什么你会做了一下下，你马上满头大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讯号，是说表示这些肌群其实它平常是比较少在工作的。所以当你一旦驱使它开始工作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让你觉得很累了，或者是很有效果的感觉，这样。好了，我要好好检讨一下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医师，谢谢您。OK， 谢谢。